第二天，沈凌正准备走，路上注意安全。陆小婷突然打着哈欠出来，看了眼沈凌的装扮，你这张脸太耀眼了，必须得弄丑点，不然容易被不轨之人盯上。其实他更主意于小莲做自己二嫂，可沈凌人也不坏，他还是希望她能平安。很快，沈凌一张嫩白小脸直接黑了好几个度。沈凌在火车上人挤人，按照座位号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了下去。你好，我叫方莹莹，去豫南省探亲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沈凌点点头，然后就听到方莹莹竹筒刀豆子似的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。没想到方莹莹也是军嫂，沈凌对军人有天然的崇拜感，对军嫂也很有好感。于是接下来的一路，他和方莹莹很快就熟稔了起来。当得知两人的目的的相同时，方莹莹更是大呼缘分。这缘分来了，真是挡也挡不住啊！沈凌也觉得世界真是太小了。方莹莹的丈夫邹国栋竟然和便宜丈夫陆越是一个部队的，同在空军大队服役。你丈夫对你好吗？我们从小就认识，他这人挺心高气傲的，对什么都淡淡的，对我好像和对其他人没什么区别。那你还笑这么灿烂？嘿嘿，我这叫乐观。正聊着，火车到了京亭站，上来一对母女，坐在了两人对面。姐姐好。你好呀。他夸小姑娘长得可爱。姐姐你也很好看，妈妈你说是不是呀？女人却对方莹莹不太感兴趣，时不时扫一眼沈凌。接下来的路，沈凌和方莹莹有一搭没一搭聊着天，对面的女人话不多，倒是小姑娘很活泼开朗，不光给沈凌和方莹莹讲唱歌解闷，还拿出饼干分给他们。你自己吃吧，姐姐有。小姑娘有些失望的将饼干收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说要喝水。姐姐你们喝不喝？沈凌和方莹莹齐齐摇头，不喝。这孩子心思特别单纯，看到喜欢的人就想对人家好。水壶里的水凉了，妈妈去灌些热水来。好。小姑娘乖乖点头，缠着方莹莹和自己玩翻花绳，估摸着玩了20多分钟，女人却一直没有回来。小姑娘不住往后张望，明显是有些坐不住了。姐姐，我妈妈怎么还没回来？你妈妈可能是去厕所了，别急，再等等。这一等就等了1个多小时，依然不见女人的身影。这下小姑娘再也忍不住了，小声抽泣起来，哭着要妈妈，哭着求沈凌和方莹莹带自己找妈妈。妈妈，我要妈妈。你别哭了，姐姐带你去找。沈凌心中生出不对劲的感觉，她没当过母亲，却也知道没有一个当妈的会放心的将孩子扔给2个陌生人，一走就是1个多小时。这种人不是心大就是有问题。等等，还是找乘警吧。没一会儿，女人就找到了。刚在隔壁车厢遇到个老乡，聊得太投入了，忘了时间，麻烦你们帮我看孩子啦。同志你好，我们是来找人的。同志找谁？我找邹国栋，我是他妻子。同志，这是我的证件。哨兵接过来检查了一下，他例行公事般的简单问了几句，随后将视线落在了沈凌身上。我找陆越，他还活着吧？部队大名鼎鼎的特级飞行员，可陆队啥时候死了？你是陆队的？我是他结婚3年的妻子。陆队竟然结婚3年了，媳妇还这么其貌不扬。嫂子你好，陆队还健在，只是现在不在队里，出任务还未归队。好，谢谢同志。那我替您安排招待所，您暂时先住下，等陆队归队。不用了，知道他平安就好。陆越不在，沈凌也没想着留下来干等着他，端去看看姐姐沈露。嫂子，陆队回来了。陆队，您回来的正好，嫂子来了。队长，你有媳妇了？3年前，他收到家里寄来的信，说给他娶了个城里来的知青当媳妇，当时他就回信拒绝了。虽说农村盲婚哑嫁是常态，但他不赞成草率的结婚。这3年也因为工作原因一直没回家探亲。你好，我是你的乡下媳妇，我叫沈凌。走吧，别在门口站着了，我带你进去。一边说一边很自然地接过沈凌手中的行李袋。邹国栋过来了，见到方莹莹的第一眼，他脸上连个笑容都没有。怎么不打招呼就来了？想给你个惊喜呀。很明显就能看出来，在这段感情中他是卑微的一方，而且他似乎也习惯了邹国栋的冷淡。一行人进了部队，往生活区走。飞行员有独立的单人宿舍，陆越的房间在2楼，隔壁就是邹国栋的房间，周卫东的房间则是在3楼。沈凌，你就住我隔壁呀。他还想说点什么，邹国栋却突然不耐烦地推开了宿舍门。快点进来。方莹莹赶紧进了房间，房门砰的一声关上，隐约能听到邹国栋压低嗓音的责备声，怪方莹莹搞突袭。嫂子你好，我叫周卫东，是陆队的搭档。你好，周同志。陆队，嫂子，我先回去了。等周卫东走后，沈凌关门进屋，将行李袋放下，陆越拿着盆出去了，很快就打来一盆水。水是温的，毛巾是新的，你洗好了叫我。3年下来，在村里人看来，沈凌就是他陆越的媳妇。自己若是不要她，她一个小姑娘如何面对流言蜚语，如何生存？怕是唾沫星子都能将她淹死。明天就打结婚报告，这个媳妇要定了。陆越，我洗好了。洗好了，我去倒水。几分钟后，房门重新关上。明天我就打结婚报告。
两人同时开口，听到结婚报告几个字，沈凌讶然了一瞬。你愿意和我结婚？如果愿意，为什么3年没有回家？原身傻乎乎的不懂，可他知道，一个男人扔妻子一人在乡下不闻不问3年，必定是不在意这个人。可现在陆月却说要打结婚报告，那这3年的冷落算什么？给我一个解释。陆月点点头，如实将3年前回信不同意结婚的事情说了一遍。我不知道家里人没听我的话，耽搁了3年，委屈你了，对不起。他很诚恳的道歉。那我最后再问你一句，你是心甘情愿跟我结婚吗？婚姻不是儿戏，我这人认死理，字典里没有离婚2个字。当然，如果对方不是良配，他也会及时止损。你考虑清楚再回答，不用觉得耽误了。我3年时间就要对我一辈子负责，我不喜欢勉强。好，既然我们互相都不讨厌，那就好好过日子。陆队长，往后余生请多多指教。沈凌同志，希望我们能携手并进，共同进步。非常具有年代气息的话语，沈凌笑着点点头，带你熟悉一下这边的环境。算了，改天吧。沈凌还没来得及换衣服，身上的衣服本来就老气，坐了一路火车更是皱巴巴的不成样子。陆月好歹是飞行队长，自己还是不要给他丢人了。那行，你先休息，我很快回来。陆月拿着饭盒走了。沈凌趁着这个时间，他走出去，站在走廊上吹风。隔壁的房门关得很紧，突地一声男人压抑的暴怒声倾泻出来。你可真会给我找事！邹国栋阴着脸开门走了出来，看见沈凌时脚步一顿，神情间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尴尬，随后垂下眼，快步下了楼。妻子刚来就吵架，这种男人可真没品。走吧，出来吹吹风。没多久，陆月就回来了，见到方莹莹也没说什么，将饭盒放下后，对着沈凌：“吃饭吧，今天食堂有土豆烧鸡块。”你们先吃，吃完饭盒放着，等我回来洗。沈凌冲他绽放出一个大大的笑容，美得直晃人眼。谢谢了，那你晚饭怎么解决？我去食堂吃。看着陆月大阔步离开的背影，方莹莹更想哭了。人和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？同样都是男人，人家陆月一点架子都没有，还大方的给自己饭吃。再看看邹国栋，亏我们还是从小就定下的娃娃亲呢。别看了，快吃吧。邹国栋，大混蛋！一直到吃完饭，邹混蛋也没回来。慢慢相处吧，可能是一直两地分居。邹同志习惯了一个人生活，你突然一来，他有些不适应也正常。我看他就是不欢迎我。沈凌，你说我有那么讨人厌吗？沈凌捏了捏方莹莹的娃娃脸蛋，多可爱啊！我也这么觉得。等晚上陆月一回来，就告诉他已经申请了家属院，应该很快就能批下来。你喜欢楼房还是平房？如果有院子的话，我喜欢平房。没问题，你可以好好想想需要往家里添置什么东西，列个清单给我，到时候我来解决，或者我们可以一起去市区的百货大楼挑选。我想要什么你都能满足，只要在我能力范围内，尽管提议。陆月很好说话的样子，莫名就让沈凌觉得捡到了宝。他觉得自己得好好想想，毕竟过日子就要有个过日子的样子，能在合理范围内尽可能让自己过得舒适最好，可别搞没苦硬吃那一套。不过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对了，你有没有一个叫李大华的战友？沈凌说得很详细，顺便将信拿出来展开。这封信就是这个叫李大华的人以你战友的名义寄来的。他在信中说你意外牺牲，我不相信，所以才特意来部队这边求证。陆月仓皇地移开视线，觉得自己这种宵小行径特别无耻。他在心中暗自唾弃了声，迅速整理好思绪，拿过沈凌手中的信仔细看了一遍，高丽的眉峰逐渐蹙起。我不认识李大华，身边也没有叫李大华的人。沈凌一听，更加确定信是假的。那李大华这个人肯定也是冒名捏造的，谁这么无聊寄这种信？寄信的人知道陆家的地址，势必不是陌生人，对于陆家多多少少了解一些。有没有可能这个人寄假信针对的是你？别害怕，我也只是猜测，可能是有人搞恶作剧。这件事你不用放在心上，我会尽快查清楚。陆月见他神情间还残留着一丝惧意，倒了杯温水递过去，喝点水，坐下听我给你分析。你想，假如我牺牲了，最大的受伤者会是谁？我想明白了，有人暗恋你，所以想要拆散我和你。假如我以为你牺牲了，在你家人的逼迫下改嫁，就算是过后得知你并没有死，可我已经成了别人的妻子，我们之间再无可能，那个暗恋你的人就能正大光明接近你，和你在一起。不是，怎么回旋镖又砸到自己身上了？没有人暗恋我。还有，你说的逼迫你改嫁是怎么回事？他们逼你了？你娘和你大嫂逼我嫁给你大嫂娘家那个劳改犯地。他们怎么敢的？有什么不敢？你一死，我就是案板上的鱼。沈凌没有夸大的成分，本来就是。如果自己没有穿过来，原身一个19岁的小姑娘，恐怕早就被逼着改嫁了。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了。青山村你不用回去了，你的户口关系我替你转过来。你是我陆月的妻子，往后有我护着你，你不需要怕任何人。
我有3天假期，暂时不需要归队，可以带你去市里玩。我姐姐就住在市里，我想去看看她。你姐也在这边？我就是土生土长的正式人。那你父母也住在市里？陆月觉得自己多少有些失礼，结婚3年，不知道有个姑娘一直在乡下等自己，连岳父母家的大门朝哪边开都不清楚。那咱们过去，需不需要先和你父母那边提前打个招呼？他直言自己和父母闹僵了，自从下乡就没有再联系过，因为对原生的父母没有感情。说这话的时候也是云淡风轻。下乡3年，只和我姐姐有联系。陆月没想到沈凌会和父母闹僵，心底猛地涌上几分心疼。别难过，以后除了姐姐，你还有我。你先收拾一下，我去找战友换些票据。不用，没有那么多需要买的东西。来之前我已经给我姐和外甥女准备好了礼物，我们直接过去就行。况且我姐家里情况比较复杂，她和婆婆妯娌住在一起。这样一说，陆月就明白了，简单收拾了一下，两人就出门了。原以为坐班车去市区，没想到陆月开了车过来。你还会开车啊？战斗机都会开。哇，我男人真厉害。彩虹屁沈凌很拿手，前1秒还有些小傲娇的陆队背他，这一声恭维弄得耳朵尖尖都红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陆月在百货门口停下。怎么停车了？去给外甥女买个见面礼。第一次登门拜访，陆月觉得沈凌准备的东西不多，所以想给小孩也带一些礼物。他下了车，和陆月一起为小外甥女茵茵挑好礼物。过一会，他们就到沈陆家，沈凌就看见巷子口有4、5个小孩正在做游戏。沈凌一眼就认出人群中的茵茵。茵茵，哇，妈妈，好像是小姨来了，我看见小姨了。茵茵，你看清楚了，真的是小姨吗？沈凌下乡那年他才2岁多，根本记不住事。之所以认得沈凌，是因为沈陆经常看妹妹的照片。陈茵茵只知道自己有一个天仙似的小姨，小姨旁边还跟着军人叔叔。他忙快步往外走，刚一出大门就看见了沈凌。玲玲，你怎么突然就回来了？我真的是太高兴了。姐，见到我高兴吧？以后我不用再去乡下了。昨天我刚从乡下来这边。对了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丈夫陆月。我之前就告诉过你他是飞行员，现在我来随军了，驻地离市区挺近的，以后咱们就能经常见面了。姐，你好。哎，你好你好。小家伙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哇，洋娃娃，妈妈，我能要吗？沈陆点点头，茵茵在得到妈妈的同意后，才小心翼翼地将洋娃娃抱进怀里，对着陆月和沈凌扬起一个大大的甜笑。谢谢小姨，谢谢小姨夫。姐，你今天休息啊？小姨妈妈现在没有工作了。怎么回事？姐，你跟我说实话。玲玲，你别听小孩子胡说，工作还是我的，只是暂时让2弟妹帮我干一段时间，等过些时候就还给我。沈凌知道这其中绝对不简单，姐夫陈海波是家里的老大，陈父早就死了，陈母一个寡妇没有再嫁，辛辛苦苦拉扯大2个儿子，为2个儿子娶了妻。沈陆性格好，人也良善，可老二陈海涛那媳妇许妙妙可不是个善茬。是不是他们逼你将工作让出来的？也不是逼的，就是我摔断了手腕，工作不能耽误，所以这才让老2媳妇帮忙暂时顶上。3个月前，老2媳妇儿子在他自行车上动了手脚，剪断了刹车线，害他摔断了手，手伤了，自然就没法上班。胡子是坏蛋，害妈妈受伤，妈妈的手时不时就疼，昨天还吃止疼药了。姐，那胡子害你摔断手腕，他们老陈家就屁都没放一个。小陆还在呢，你一个姑娘家说话注意点。你觉得我粗鲁吗？你这叫真性情。姐，是不是许妙妙不想将工作还回来了？见他不说话，这一家子就没一个好东西，姐夫也不管。你姐夫那人你也知道，是个老实人。什么老实人？我看他就是愚孝，他自己愿意给兄弟一家子当血包，别拉着妻子女儿吃苦受罪啊。好在你姐夫对我和茵茵都不错，算他还有点良心。姐，我跟你一起去纺织厂将工作要回来。一行4人直接去了纺织厂，这个时间点正是上班时间。沈陆和门卫笑着打了声招呼：小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你妯娌说，你将工作1000块钱卖给他了，你这是来办手续的？他将真实情况跟门卫说了一遍。我不知道卖工作这事，今天是来人事科报道的。这许妙妙也真是。同门卫态度一样。人事科的干事得知沈陆没有卖工作的意向后直摇头。我就说干得好端端的，怎么会卖工作？沈陆，你这妯娌真不是个东西。从人事科出来，沈陆如重视负的松了口气。怎么样？说好什么时候来上班了吗？明天就上班。沈陆觉得妹妹说的对，顾虑那么多做什么？该是自己的谁都别想抢了去。自己为了面子，为了家庭和睦忍气吞声，可面子能值几个钱？为了女儿豁出去了。走，咱们下馆子去我请客，今天高兴，吃顿好的庆祝。妈妈，要是每天都这么开心就好了。茵茵，我们每天都会开心的，说好了这顿我请。谁请不都一样？你是我姐，
咱们之间哪用得着分得这么清，是吧，茵茵？小姨最好了，比玉珠姨对我好100倍。冷不丁听到玉珠这2个字，沈凌一时还没反应过来，在记忆里扒拉了一圈，才想起玉珠是哪个。沈玉珠，沈家养女，沈父沈母的心肝宝贝，为了这个养女不惜逼亲生女儿下乡。那当然，小姨可是你亲小姨。走啦，回家去。一行人走出饭馆，身影很快消失在道路尽头。另一边，玉珠，我没看错吧？刚才那女的是沈凌？沈凌不是下乡了吗？怎么不声不响回来了？这个时候，沈凌不应该收到丈夫牺牲的消息，在乡下以泪洗面吗？为什么自己已经冒充陆月战友，给陆家寄去了陆月牺牲的信，还是没能阻止沈凌和陆月在一起？明明离陆月已经更近了一步，为何沈凌这件人突然冒了出来？玉珠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就是太惊讶了，没想到沈凌3年没回家，一回来却没有去看望爸妈。唉，我真替爸妈感到不值。就是论孝顺，沈凌可不如玉珠你。回到陈家后，一进屋准备就发现屋里的东西被动过，